我拥有一尊神奇的宝鼎，无论放什么进去，都会发生质变或者量变。一块下品灵石扔进鼎中，变成10块上品灵石；一颗黄阶灵果扔进去后，变成一颗天阶灵果；将3阶异兽扔进鼎中，变成了9阶神兽。可对此我还不满意，突然间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若是我自己跳进这造化鼎中，我的修炼资质会不会彻底脱胎换骨？我如今只是炼气2层修为，连最粗浅的术法都不会，别说高阶异兽，就算遇上1阶小兽，也得狼狈逃命。为求稳妥，我先抓了蚂蚁和毛毛虫做试验，看看活物入鼎究竟会如何变化。我将一只黑蚂蚁丢进鼎中，鼎身微烫，闪过一道红光，蚂蚁身躯骤然膨胀10倍，通体化作耀眼的火红色，表面浮现出细密纹路，鼎壁缓缓显出异形金字，火纹血蚁1阶异虫，身负火属性灵力，要适时释放灼热气息。我用树枝轻碰它一下，它猛地一口咬住树枝，整根树枝瞬间燃起明火，转眼烧成灰烬。我心头一凛，挥起短斧连剁2下，才将这只变异蚂蚁砍死。紧接着，我又抓了只翠绿毛毛虫扔进去，鼎身泛起淡淡紫光，毛毛虫体型迅速膨大数倍，褪去翠绿，变成诡异深紫色，身上分泌出黏腻毒液，看着就让人脊背发凉。鼎壁再次浮现信息：紫毒蠕虫1阶异虫，体内蕴含剧毒，炼气初期修士也难以抵挡。我用树枝将它挑出鼎外，一脚踩死后，毒液溅在地上，竟腐蚀出一个小小的黑洞。至此，我心中已然笃定，人若入鼎定能实现资质飞跃。可我仍有顾虑，入鼎后到底是灵根品质提升，还是会被异化成不人不鬼的怪物？转念一想，我不过是个下品杂灵根，修炼速度慢如龟爬，即便变成怪物，也比当一辈子废物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头忐忑，纵身一跃跳进造化鼎中。刚一入鼎，温热霸道的能量涌入四肢百骸，浑身泛起淡淡金光，骨骼发出细微咔咔声响，体质以肉眼可见速度蜕变。鼎壁信息不断刷新，从灵根提纯到体质强化，最后4个金色大字定格在鼎壁上：苍天霸体。一道耀眼金光从我体内爆发，直冲屋顶，整间木屋梁柱都被映得透亮。不好，动静太大了，若被宗门中人发现这等异象，造化鼎的秘密必然暴露，身怀至宝定会招来杀身之祸。我不敢继续炼化，拼尽全力纵身跳出鼎外。指尖一动，将宝鼎缩小收入体内，随后快步走出木屋，跃上屋顶，借着夜色四下张望，四周静悄悄，无任何异常，这才松了口气。苍天霸体，这可是仅次于圣体的顶级体质，拥有此体质，修炼速度远超常人，肉身强度更是无人能及。若刚才没有中途跳出，说不定我能直接蜕变为圣体。回想之前的实验，无论灵石灵果还是蚂蚁毛虫，入鼎后提升幅度大多在10倍。我原以为能到上品灵根已是天大的机缘，不料竟直接飙升到苍天霸体，还差一步就踏入圣体境界。这宝鼎对生灵的提升竟然比死物还要逆天。可喜悦过后，我迅速冷静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圣体太过耀眼，一旦暴露，必遭同门妒忌陷害，更会引来无数人觊觎。鼎的秘密就更难隐藏了。暂且压制体质气息，低调发育才是眼下最稳妥的路。我回到屋中，吃下几颗灵果，盘膝打坐炼化灵力。不过2个时辰，体内灵力便充盈不少，已达到炼气2层后期。照此速度，明日就能冲击3层。第2天傍晚，我趁夜色前往果园，打算摘些灵果辅助修炼。刚走到果园门口，就看到几个杂役大汉迎面走来，为首的正是林田区头目雄霸。此人平日横行霸道，专欺压其他杂役。我心中一沉，面上却装作恭敬。熊哥，你们这是来果园巡查吗？巡查个屁！哥几个嘴馋了，来你这儿弄点灵果尝尝。我强压怒火，陪笑着劝说。熊哥，晚饭后宗门发了黄阶下品灵果，吃多了反而淤积灵力，对修炼不好。少跟老子废话，让你摘你就摘，赶紧摘几10个中品灵果，要是敢踩下品的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雄霸脸色一沉，抬手就给我一记耳光。他已是炼气3层，这一巴掌力道极大，打得我一个趔趄，嘴角瞬间渗出血丝。我心中怒火如燎原般燃起，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拼命。可我清楚，雄霸是炼气3层，身边小弟也都是炼气2层，我一个2层后期毫无胜算，只能忍气吞声，擦去嘴角血丝，低声道歉。熊哥恕罪，我这就去摘。雄霸冷哼一声，一脚踹在我后背，骂道：快点别磨蹭，耽误哥几个享用，有你好果子吃！我忍着后背的剧痛，缓缓起身，心中恨意滔天。修仙界果然弱肉强食，即便在宗门之内，没有实力就只能任人欺凌。我不敢想宗门之外会是何等血腥残酷。今日屈辱我记下了，日后必定10倍100倍奉还。我快步走进果园，摘了40-50颗中品灵果装入袋中。雄霸接过掂了掂，露出满意笑容。算你识相，弟兄们，走！过几天再来。我站在原地，目送几人身影消失在夜色中，眼中满是冰冷杀意。回到木屋后，我不再犹豫，立刻盘膝打坐，全力炼化灵力。1个时辰后，体内灵力彻底爆发，成功突破至炼气3层。照此速度，不出2个月，定能达到炼气巅峰。雄霸，你等着，等我突破到炼气5层，定要亲手收拾你，一雪今日之耻。不过眼下还有一件事要做，我如今已经是炼气3层，按照宗门规矩，已经可以找杂役总管领取低级术法了。没有术法加持，就算修为提升了，也难以发挥出全部实力。另外，我还得知宗门每个月的15日都会举办杂役晋升外门弟子的考核，
只要满足3个条件之一，就能成功晋升。一是拥有上品灵根，哪怕没有修为，也能直接成为外门弟子；二是修为达到炼气3层以上，且年龄未满25岁；三是在炼丹炼气、阵法御兽等方面有特殊天赋。我如今已经满足了第2个条件，下个月15日，我一定要去参加考核。次日一早，我照常在果园除草施肥，一边干活一边思索着如何报复雄霸。雄霸身边总是跟着几个小弟，而且他修为比我高，公然动手，我不仅报不了仇，还会被宗门以同门相残的罪名处置。必须想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除掉雄霸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果树下爬过一只毛毛虫，忽然想起了之前用毛毛虫做的实验，一个念头瞬间在脑中冒了出来：若是用造化鼎炼化变异毒虫，让它去杀死雄霸，这样一来，就算宗门调查，也只会以为是野生毒虫所为，绝不会怀疑到我头上。可问题是，如何让变异毒虫听我指挥？宗门的长老们都有自己的御兽，御兽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比如精神契约重伤收服，还有借助符箓宝物或特殊法术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最直接的方式，滴血认主，就像宝物滴血认主一样，用自己的血液与异兽建立联系。若是我先给一只生物滴上我的血液，再用造化鼎炼化，它会不会直接认我为主，听从我的指令？我决定晚上回去试一试，先抓一只毛毛虫做个实验。正思索着，远处传来了脚步声，只见杂役管事赵钱带着几个杂役前来果园摘灵果。叶璇，过来帮忙摘灵果。赵钱开口喊道：“来了。”我连忙放下手中的活，快步走了过去。赵钱打量了一眼果园里的灵果树，眉头皱了起来：“你昨天是不是偷吃中品灵果了？”我心中一紧，连忙解释：“赵管事，您可冤枉我了！中品灵果是外门弟子的专属，我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偷吃啊！”我本想把昨天雄霸来抢灵果的事情说出来，可转念一想，又咽了回去。雄霸平日里肯定经常贿赂赵钱，就算我告诉赵钱，赵钱也不会真的去追究雄霸的责任，反而会把事情告诉雄霸，让雄霸对我怀恨在心，日后加倍报复我。更何况我正打算暗中除掉雄霸，这个时候和雄霸正面起冲突，若是雄霸死了，我必然会成为第一个被怀疑的人。你没有偷吃，那灵果怎么会少这么多？赵钱不依不饶地问道。赵管事，我真的没有偷吃。您想啊，能让您看出明显减少，至少也得有50颗以上。我一个炼气3层的修士，就算再能吃，一个晚上也吃不了这么多灵果啊。那你昨晚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是不是有人来偷灵果？赵钱又问道。我昨晚睡觉前特意检查了果园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睡着了之后就不知道了。我装作无辜的样子低声说道。赵钱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，只能作罢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晚上睡觉警觉一点，若是听到外面有动静，就立刻起来查看，要是再出现灵果丢失的情况，唯你是问。弟子明白，多谢赵管事提醒。我连连点头，心中松了口气。等赵钱带着杂役摘完灵果离开后，我立刻在果园里抓了一只毛毛虫，又用衣服裹了几只蜜蜂，悄悄带回了木屋。我将造化鼎缩小放在桌上，刺破一点伤口，将几滴鲜血滴在毛毛虫身上，随后将毛毛虫扔进了鼎中，鼎身泛起淡淡的红光，一道微光闪过，毛毛虫的体型迅速膨胀数倍，通体变成了火红色，身上还燃起了微弱的火焰。鼎壁上浮现出一行信息：赤火如虫，一阶一虫，可操控微弱火焰。灵智初开已认主。只见赤火如虫晃动着2只触角，缓缓爬到顶边，仿佛在向我示好。我心中又惊又喜，试着下令爬到桌上来。话音刚落，赤火如虫就慢悠悠地从鼎中爬了出来，爬到了我指定的位置，成功了。滴血配合造化鼎炼化，真的能炼出认主的御手。我笑着说道：“好了，你去旁边自由活动吧。”赤火如虫仿佛听懂了我的话，慢悠悠地爬到了墙角。接着，我又将几滴鲜血滴在蜜蜂身上，连带着裹蜜蜂的衣服一起扔进了造化鼎中。鼎身泛起淡淡的白光，衣服和蜜蜂同时发生了变化。鼎壁上浮现出2行信息：玄铁护体衣，黄阶中品法器，可抵御炼气境修士及低阶异兽的攻击，减轻3成伤害，质地坚韧，不易破损。赤影毒蜂，1阶一虫尾刺，蕴含川谷剧毒，见血封喉。炼气境修士被蛰后即刻气绝身亡，毒素释放后需1月时间才能重新蓄满。我心大喜，没想到普通的衣服也能被造化鼎炼化成法器。只是这玄铁护体衣的颜色比之前深了不少，变成了暗黑色。虽然不怎么起眼，但也怕被人看出异常，只能日后小心穿着。这时，一只深红色的飓风从衣服里钻了出来，翅膀扇动，发出嗡嗡的声响，悬停在我面前，温顺地看着我。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全身紧绷，生怕它会蛰我。我试着伸出手，对赤影毒蜂下令飞到床边去。话音刚落，赤影毒蜂就嗡的一声，瞬间飞到了床边，速度快得惊人，就连我都有些瞠目结舌。我心中暗喜，这般速度，就算是炼气5层的修士，也未必能躲开他的攻击。用它去杀雄霸，定然万无一失。好了，回来吧！我再次下令。赤影毒蜂立刻飞了回来，悬停在我肩头。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，10米之内，若是有人来，就立刻隐蔽起来。谁要是敢攻击我，蛰死他！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又在果园里抓了3只蜜蜂，用同样的方法将它们炼化成了赤影毒蜂，留作后手。有了这4只毒蜂，就算遇到炼气5层的修士，我也有一战之力。这天晚饭后，我正准备去果园摘灵果，用来辅助修炼，就看到雄霸带着几个小弟又来到了果园门口。这个家伙果然又来了。我心中冷笑，面上却依旧装作恭敬的样子。熊哥，您来了，我这就去给您摘灵果。
算你识相。雄霸得意地笑了笑，身边的小弟也纷纷嗤笑起来。熊哥，这小子上次被您揍了一顿，现在乖多了。就是这小子就是贱，不挨揍不知道听话。熊哥，要不咱们跟赵管事说一声，把这小子调到林田区去干活，换咱们弟兄一个来守果园，以后咱们吃灵果就更方便了。你懂个屁！让赵管事换咱们的人来守果园，至少得送他5块下品零食，而且以后每个月还得孝敬他2块。咱们现在这样，不用花1分钱就能吃到中品灵果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还是熊哥高明。小弟们纷纷附和，脸上满是谄媚的笑容。我没有说话，转身走进果园，快速摘了几10个中品灵果，装在袋子里递了过去。熊哥，给您。雄霸接过袋子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不错不错，弟兄们，咱们边走边吃。说完，就带着小弟们说说笑笑的离开了果园。等他们走出去不远，我立刻暗中下令，让4只赤影毒蜂悄悄跟上去，务必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雄霸等人。4只赤影毒蜂分工明确，悄无声息地追上了雄霸一伙。其中1只赤影毒蜂径直飞到雄霸的耳后，尾刺狠狠刺入，剧毒瞬间注入雄霸体内。雄霸吃痛，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抬手就去拍耳后，可赤影毒蜂早已飞得无影无踪。老子好像被什么东西蛰了。雄霸只觉得意识越来越模糊，说话都变得含糊不清，话音刚落，就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，没了气息。他身边的3个小弟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另外3只赤影毒蜂各自折中，不过数息功夫也全都倒地身亡，没了呼吸。不好，熊哥他们出事了！熊哥刚才说被什么东西蛰了，难道是毒蜂？有致命毒蜂，快跑啊！远处几个路过的杂役看到这一幕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尖叫着四散奔逃。第2天一早，雄霸4人被毒蜂蛰死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杂役区。林总管亲自带人前来勘察，经过检查确认，雄霸4人都是被变异毒蜂蛰死的。林总管将此事上报给了宗门长老，长老们虽然觉得此事有些蹊跷，但宗门范围广阔，背靠深山林脉，出现变异毒虫毒蜂也并非稀奇事，更何况只是死了4名杂役，在偌大的青云宗里根本微不足道。不过这件事还是引起了不小的恐慌，杂役们个个人心惶惶，生怕自己也被毒蜂蛰死。宗门长老们商议过后，做出了2条应对措施：一是派出所有内外门弟子，对青云宗整个区域进行全面清剿，铲除所有毒虫、毒蜂、毒蛇等有害生物；二是给所有外门弟子和杂役发放解毒丹，这种解毒丹足以化解低阶毒虫、毒蜂的叮咬之毒。这2条措施很快就落实下去，宗门内的恐慌渐渐平息。我则趁着这个机会，又抓了2只蜜蜂，用造化鼎炼化成了赤影毒蜂，多一份保障就多一份安全。月底这天，我前往杂役堂领取了这个月的俸禄：5块下品灵石，3颗下品聚气丹。这是杂役弟子每个月的固定俸禄，虽然不多，但也足够我日常修炼使用。吃过晚饭，我回到自己的住处，刚推开门，就看到赵钱从远处走了过来。这个老东西肯定又是来索要灵石的。我心中暗骂，面上却只能装作恭敬的样子。赵管事，您来了。赵钱冷哼一声，伸出一只手，语气傲慢地说道：叶璇，上次你借我的1块下品灵石，该还了吧？我心中无奈，只能从怀里掏出1块下品灵石递了过去。我上次修炼灵气不足，曾向赵钱借了1块下品灵石，没想到他竟然一直记着，还特意过来索要。可赵钱接过灵石后，却没有要走的意思，又说道：叶璇，反正下个月你也要交2块下品灵石给我，不如现在就一起交了，整得我下次再跑一趟。我心中一怒，这老东西真是得寸进尺。杂役弟子每个月都要向管事缴纳2块下品灵石，若是不交，就会被调到最苦最累的矿场挖灵矿，那里环境恶劣，还经常有异兽出没，几乎是九死一生。我强压着心中的怒火，低声说道：赵管事，下个月的灵石我一定会按时交给您的，您放心好了。赵钱脸色一沉，威胁道：你最好识相点，下个月15之前必须把灵石交给我，不然我就把你调到矿场挖灵矿，到时候有你好受。说完，就拿着灵石得意洋洋地走了。看着赵钱远去的背影，我眼中杀意渐浓。这赵钱平日里就欺压杂役，贪得无厌，如今又这般威胁我，若是不除掉他，日后必定会给我带来麻烦。我立刻唤出2只刚练好的赤影毒蜂，指着赵钱远去的方向，下令道：你们远远跟着他，不要暴露行踪，找到合适的机会就蛰死他，做得干净一点。2只赤影毒蜂嗡嗡一声扇动翅膀，悄无声息地追了上去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回到屋中盘膝打坐，拿出聚气丹服下，开始全力修炼。赵钱的事情就等明天的消息好了，而我眼下最要紧的事情还是抓紧提升修为，巩固练习3层的境界，争取在下个月15的外门弟子考核中一举成功晋升。只有成为外门弟子，才能摆脱杂役的身份，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，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，才能让那些曾经欺压过我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2个时辰后，我体内的灵力轰然冲破一处炼气玄关，我能清晰感受到体内灵力变得更加浑厚，修为正式踏入炼气4层。从炼气3层到炼气4层，我仅用了8天时间。这期间，我消耗了20多个黄阶下品灵果，1个黄阶中品灵果，还吸收了6块中品灵石，再加上苍天霸体的恐怖加持，这8个晚上的修炼成果，抵得上我过去10年的苦修。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，我嘴角扬起笑意，心中暗道：下个月15就去参加外门弟子考核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摆脱杂役的身份。第2天中午，我来到杂役食堂打了饭菜，找了个角落坐下，刚吃了2口，就听到旁边几名杂役凑在一起，低声议论，语气里满是惶恐。昨天晚上赵管事出事了，
真的假的？赵管事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死了？千真万确，听说是睡觉时被毒蜂蛰死，连解毒丹都没来得及吃。我端着饭碗听着他们的议论，心中暗喜。赵钱曾敲诈过我，雄霸等人也多次欺凌我，如今他们都相继遭了报应，这让我吃起饭来也格外香甜。赵钱的死其实透着古怪，毒蜂向来不会主动攻击人类，更别说精准的找到赵钱的卧室，趁他熟睡时下手，仿佛是专门来寻仇一般。但宗门长老一番探查后，也没能找到异常，最终只能归为偶然。只是叮嘱所有杂役，夜间睡觉务必关好门窗，多加小心。赵钱死后，林总管重新提拔了一名管事，好在这个新管事性子温和，并未找我什么麻烦。过了几天，我见修为稳固，便动身前往杂役总堂，找林总管学习低级术法。林总管负手而立，见我年纪轻轻就来求见，脸上满是疑惑。你这年纪，修为能达到炼气2层吗？要知道，普通杂役天赋平庸，从炼气0层修到炼气2层，至少需要10年8年。我不卑不亢的应道：弟子已然达到炼气2层。林总管眼中疑惑更深，伸手抓住我的手腕，一股灵力探入我体内。片刻后，他猛地松开手，脸上写满愕然。竟然是炼气4层，你这修炼速度实在惊人。既然如此，为何现在才来学功法？我顺势拱手道：小人之前不知达到炼气2层便可向总管大人学习功法，故而今日才来叨扰。林总管微微点头，虽为我杂灵根的天赋感到遗憾，却也十分看好我的潜力。随后便带我去杂役藏书楼，给了我一本低级火系法术手抄本，叮嘱我7天后务必归还。回到果园的木屋，我迫不及待地翻开手抄本，里面记载着3个最基础的火系法术：火焰术、火球术、火圈术。火焰术是最简单的火系法术，只需能释放出火焰就算成功。火球术需将火焰凝聚成球，精准释放。火圈术则是以自身为中心，释放一圈火焰可应对围攻的敌人。凭借苍天霸体的超强悟性，我盘腿坐下，按照心法运行体内灵力，仅仅半个时辰，一团棉花大小的火焰就出现在我的手掌心，跳跃不止。我成功学会了火焰术。次日下午，我放下手中的农活，专心修炼火球术。虽然比火焰术难上不少，但1个时辰后，我也成功释放出一个拳头大的小火球。到了第3天，我更是熟练掌握了火圈术，运转灵力便能瞬间释放出一圈炽热的火焰。之后的半个月，我又陆续去藏书楼，换了水系、土系等多种低级法术手抄本，每天抽出1个时辰修炼，白天劳作，晚上修炼心法，修为也在不知不觉中突破到了炼气5层，只待外门考核的到来。每月15日是青云宗外门弟子考核的日子，凡是修为达到炼气3层以上的杂役都可以前来参加。考核现场设在一片空旷的山地，中央有一块1人高的乌黑测灵石，负责考核的陈长老端坐石台后方，林总管陪在一旁，几名外门弟子站在身后护卫，四周围满了来看热闹的杂役，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。第1轮考核便是测修为，我跟着10几名报名的杂役排起了队，心中平静无波，只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。前面几名杂役陆续上台测试，有人修为只有炼气2层，测灵石毫无反应，只能垂头丧气地走下台；有人达到了炼气3层，但年龄超过了25岁，灵根又只是下品，最终也没能通过。直到一名24岁的青年上台，测出炼气3层初期的修为，陈长老才点头示意他通过。台下顿时响起一阵羡慕的议论声。终于轮到我了，我走上石台，伸出手掌按在测灵石上，却忘了林总管说的需运足灵力，测灵石始终没有半点反应。台下瞬间爆发出一阵哄笑。这小子怕不是个废物吧？炼气0层也敢来参加考核，真是丢人现眼！赶紧滚下台去！李执事皱着眉头对着我冷喝道：你一个炼气0层也敢来凑热闹，速速滚下去！不要耽误考核。就在我准备重新运功时，林总管突然站起身，伸手制止了李执事。且慢，你刚才是不是没有运足灵力？测灵石需灌注全身灵力才能测出真实修为。我恍然大悟，连忙点头，再次将手掌按在测灵石上运转，体内全部灵力源源不断地灌注到测灵石中。刹那间，测灵石下方亮起一条光纹，随后是2条、3条、4条，稳稳停在了4条光纹，炼气4层。台下的哄笑声瞬间戛然而止，所有人都一脸惊愕地看着我。刚才嘲讽我的杂役更是满脸通红，尴尬不已。李执事脸上闪过一丝难堪，又带着几分记恨。炼气4层合格，前往陈长老处登记。我走到陈长老面前，陈长老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语气平淡地问道：名字、年龄？弟子叶璇，年18。我恭敬地回答。陈长老又问：灵根为何？杂灵根。我如实回答。陈长老闻言，面露一丝遗憾，却也没有多问。登记好我的信息后，让我站在一旁等候。考核结束后，包括我在内，一共有3人通过考核。我们跟着陈长老前往外门堂办理转职手续，从杂役晋升为外门弟子，是身份的巨大跨越。我领到了丰厚的晋升奖励：2套合身的外门弟子服，1柄上品凡气清风剑，2本功法青云剑诀和青云炼气诀，1个1立方米空间的储物袋，1块外门弟子身份令牌，还有20块下品灵石，10颗黄阶中品聚气丹和2个黄阶上品灵果。除此之外，外门弟子每月还能领取固定物资：20块下品灵石，1块中品灵石，10颗黄阶中品丹药和10个黄阶上品灵果。陈长老告知我，从今日起，你便划归缥缈峰外门，我正是那一脉的长老。李执事也在峰上任职，日后多与他打交道。弟子谨遵长老吩咐。我心中暗道，日后怕是还要和李执事打交道。
需多加留意。吃过午饭，我回到果园的木屋收拾东西。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，无非就是几件旧衣服和一些日常用品。刚收拾妥当，门外就传来一阵脚步声。转头一看，竟是果园的老杂役张博。张博在果园待了10几年，待人宽厚。当初我刚入杂役房被雄霸等人欺凌时，他还曾暗中帮过我几次。小叶，听说你考上外门弟子了？张博手里攥着一个布包，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。这是我攒的2块下品灵石，你拿着，到了外门也好有个帮衬。我心中一暖，连忙推辞。您的心意我领了，灵石我不能要。你在果园劳作也不容易，拿着吧。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，以后出息了，别忘了果园还有我这么个老东西就好。多谢张伯，我日后定来看你。告别张博，我御剑前往缥缈峰，来到分配给我的新住处，一座约100平米的实屋，里面有卧室、静室、储物间和厅堂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，比果园的木屋好上100倍不止。将东西收拾妥当后，我取出青云炼气诀和青云剑诀，盘腿坐在静室中研读。凭借苍天霸体的悟性，不到1个时辰，我就熟练掌握了这2本功法。随后我召唤出体内的宝鼎，将晋升奖励的灵石、丹药和灵果一一放入鼎中。一道微光闪过，灵石和丹药的品质都得到了提升，收获颇丰。处理完这些，我便静坐下来，运转青云炼气诀，稳固自己炼气5层的修为。次日清晨，我早早起床，洗漱完毕，拿着清风剑来到石屋外的空旷场地，练习了半个时辰的青云剑诀，直到熟练掌握了基础招式才停下休息。随后，我前往缥缈峰外门堂，刚到练功坪，就引来不少弟子的目光。有的女弟子看到我，眼中闪过惊艳之色，低声议论着我的样貌；也有几名男弟子得知我是从杂役考核上来的，脸上满是不屑，低声讥讽：一个杂役而已，就算考上外门弟子，天赋也高不到哪里去，迟早还是个废物。我对此毫不在意，对着众人微微点头，算是礼貌性的招呼。就在这时，一袭橙红色劲装的女弟子走了过来。小师弟，你是新来的吧？师姐，我是叶璇，昨天刚通过考核，从杂役晋升为外门弟子。原来你就是叶璇，我叫萧婉儿。你刚过来，若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尽管来问我。多谢萧师姐。不远处那几名讥讽过我的男弟子，看到萧婉儿主动和我聊天，脸色瞬间变得阴沉，低声议论着：一个杂役而已，也配和萧妹妹说话？哼，怕是看萧妹妹长得漂亮，想攀关系吧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出身。他要是敢再纠缠萧妹妹，我们就好好教训他一顿。我将他们的话听在耳中，却并未放在心上。在修仙界，实力才是根本。等我修为再提升，这些人自然不敢再轻视我。没过多久，陈长老带着5名执事走出外门堂，100多名外门弟子立刻排好队伍。我站在队伍的最后方，陈长老简单讲了几句，无非是叮嘱弟子们勤加修炼，注意外出安全。随后便宣布自由修炼。我取出宝鼎，将之前采集到的灵果灵药倒入鼎中炼化。一番忙碌后，炼出了不少玄阶灵果和灵药。我打算次日去外门总堂，将这些东西兑换成灵石。第2天一早，我修炼完剑法，正准备前往外门总堂，萧婉儿师姐突然走了过来。叶师弟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昨天去巡山了吗？师姐，我打算去外门总堂兑换点灵石，昨天并未去巡山。我如实回答。萧婉儿眼中闪过一丝好奇。那你是怎么采集到那么多灵果灵药的？难道是其他师兄带你去的？不是，我自己会一点御剑飞行，昨天抽空去采集的。我说着召唤出背后的清风剑，脚尖一点便稳稳落在剑上。萧婉儿看着我御剑的模样，满脸惊异。叶师弟，你居然会御剑飞行？一般外门弟子至少要炼气6层才能熟练御剑，你才炼气5层吧？我笑了笑，没有多解释，对着萧婉儿拱了拱手。师姐，我先告辞。随后御剑朝着外门总堂的方向飞去，留下一脸震惊的萧婉儿。到了外门总堂，我来到物品兑换处，将炼化后的灵果灵药全部取出，兑换了125块下品灵石。随后又去藏经阁借了灵果灵药大全和异兽图鉴大全，这2本书能帮我更好的辨认灵果灵药和异兽，对日后外出采集历练大有裨益。回到缥缈峰的住处，我关好门窗，再次召唤出宝鼎，将兑换来的125块下品灵石，连同之前剩下的22块下品灵石一起倒入鼎中。经过2轮炼化，最终得到了18块上品灵石和129块中品灵石，收获十分丰厚。接下来的7天，我一边研读借来的2本书，一边修炼青云炼气诀和青云剑诀，同时每天吸收灵石的能量。凭借苍天霸体的优势，我过目不忘，很快就将2本书熟记于心，修为也成功突破到了炼气7层，感受着体内更加浑厚的灵力。我暗自决定次日独自外出采集资源，有赤影毒蜂随行，就算遇到2阶异兽也有一战之力。只要积累足够的资源，就能更快提升修为。1日清晨，我开完早会，便独自御剑飞出宗门结界，召唤出赤影毒蜂。它体型如麻雀大小，一对金翅锋利坚硬，是我隐藏的底牌，一路跟在我身后飞行。宗门附近30-40里内的灵果灵药大都被弟子们采集殆尽，所以我打算去更远的山里，那里灵禽异兽更多，灵果灵药也更丰富。飞行了约莫30-40里，我收剑落地，步行进入山林，一边仔细辨认灵果灵药，一边警惕地观察四周，生怕遇到强大的异兽。就在我采集了半袋灵果时，一声凄厉的狼嚎突然传来，
紧接着一只体型庞大、长着3个脑袋的魔狼从丛林中猛地扑了出来，是2阶异兽3头魔狼。3头魔狼速度极快，几十米的距离，瞬间就扑到了我面前。3个脑袋同时张开大嘴，露出锋利的獠牙，喷出阵阵腥风，眼神中满是凶光。我心中一紧，不敢有丝毫大意，立刻运转体内灵力，凝聚出一个火球，猛地轰击向3头魔狼。可3头魔狼异常灵敏，身子一纵，就轻松避开了我的火球。火球轰击在身后的大树上，瞬间将树干烧得焦黑。就在3头魔狼再次扑来的瞬间，我意念一动，赤影毒蜂嗡鸣着射了出去，如同一颗出膛的子弹。它那锋利的金翅狠狠切割向3头魔狼中间的脑袋，扑哧一声，3头魔狼中间的脑袋被瞬间切开，鲜血喷涌而出。它发出一声惨痛的嚎叫，身体踉跄了一下，却依旧没有倒下。另外2个脑袋更加疯狂地朝我扑来，我趁机脚尖一点，脚踩清风剑跃起数丈高，身上也是惊出一身冷汗，紧紧盯着受伤的3头魔狼，运转灵力，准备释放火拳术应对他的反扑。受伤的3头魔狼彻底被激怒，剩下的2个脑袋发出震耳欲聋的嚎叫，四肢蹬地，身形再次提速，纵身跃起，朝着我所在的方向扑来。锋利的爪子带着凌厉的劲风，仿佛要将我撕碎。我不敢有丝毫懈怠，指尖灵力暴涨，一圈炽热的火焰瞬间从周身爆发而出，正是火圈术。火焰圈带着滚烫的温度，狠狠撞向扑来的3头魔狼。他躲闪不及，全身被火焰灼烧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皮毛瞬间被烧得焦黑，惨叫着从空中跌落。不等他起身，我意念一动，赤影毒蜂再次出击，嗡嗡作响，围绕着3头魔狼的另外2个脑袋快速盘旋，找准时机，锋利的金翅一次次切割，每一次划过都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。3头魔狼痛苦地翻滚挣扎，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，鲜血染红了周围的杂草，气息也越来越微弱。我趁机落下飞剑，运转青云炼气诀，将体内灵力凝聚于手掌，一掌拍在3头魔狼的头颅上，砰的一声，3头魔狼的脑袋被拍碎，彻底没了气息。我松了口气，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。刚才的战斗着实凶险，若不是有赤影毒蜂相助，仅凭我炼气7层的修为，想要杀死2阶异兽3头魔狼，恐怕还要费一番周折。我走到3头魔狼的尸体旁，蹲下身，伸手探查他的体内，果然摸到了一颗圆润光滑、散发着淡淡黑色微光的兽核，2阶兽核，这可是好东西。无论是兑换灵石，还是用宝鼎炼化，都能带来不小的收益。收入储物袋中，又检查了一下3头魔狼的尸体，它的皮毛坚硬，利爪锋利，或许也能兑换一些灵石。便拿出匕首，将它的皮毛和利爪取下，一并收好。处理完这一切，我没有停留，继续在山林中采集灵果灵药。有了刚才的战斗经验，我更加警惕，赤影毒蜂在我周围盘旋警戒，遇到几株玄阶中品灵药，我都一一采集。不多时，储物袋就装得满满当当。眼看天色渐暗，山林中的异兽变得更加活跃，我不敢再停留，召唤出清风剑，脚踩飞剑，带着赤影毒蜂朝着青云宗的方向飞去。飞行途中，我回想刚才的战斗，体内的灵力还有些紊乱，便一边飞行一边运转青云炼气诀，稳固修为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发现体内的灵力变得更加浑厚。刚才的战斗虽然凶险，却也让我对灵力的掌控更加熟练，甚至有了一丝突破到炼气8层的迹象。回到缥缈峰时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炼功屏上的弟子们大多已经回去休息，只有零星几人还在抓紧时间修炼。我没有惊动其他人，径直回到自己的食屋，关好门窗，来到净室，召唤出宝鼎，准备炼化今天的收获。我先将那颗2阶兽核放入宝鼎中，一道微光闪过，兽核瞬间被炼化，化作一股浓郁的黑色灵力，融入宝鼎之中。随后，宝鼎中浮现出一颗更加纯净、散发着淡淡紫光的兽核，竟是被炼化成了3阶下品兽核。我心中一喜，3阶兽核的价值可比2阶兽核高出数倍，无论是自己吸收还是兑换灵石，都极为划算。接着，我将今天采集的灵果灵药、3头魔狼的皮毛利爪，还有剩余的下品灵石，一一放入宝鼎中炼化。一番忙碌后，灵果灵药被炼化成了多颗玄阶上品灵果和灵药，皮毛利爪也被炼化成了高品质的材料，灵石则炼化出了5块上品灵石和几十块中品灵石。看着储物袋中丰富的收获，我嘴角扬起笑意。有宝鼎在手，修炼资源根本不用愁。我取出一颗玄阶上品灵果和1块上品灵石，盘膝坐下，运转青云炼气诀，开始吸收其中的灵力。灵果和灵石的灵力源源不断地涌入体内，滋养着我的经脉。苍天霸体全力运转，将这些灵力快速转化为自身的修为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体内的灵力轰然涌动，冲破了炼气7层的玄关，修为正式踏入炼气8层，感受着体内更加澎湃的灵力，我心中充满了喜悦。仅仅1天时间，不仅杀死了2阶异兽，还突破了修为，这收获实在是太大了。次日清晨，我早早起床，来到石屋外的空旷场地练习青云剑诀。经过昨天的战斗和修为突破，我对剑法的掌控更加熟练。清风剑在手中挥舞，剑光闪烁，剑气纵横，每一招每一式都精准利落，带着淡淡的灵力波动。练了半个时辰，我收剑而立，气息平稳，没有丝毫疲惫。炼气8层的修为果然比7层强悍了不少。收拾好剑，我前往缥缈峰外门堂参加早会。刚走到练功坪，就看到几名男弟子围在一起，低声议论着什么。看到我走来，他们立刻停下议论，眼神中带着几分不屑和挑衅。正是之前讥讽我是杂役出身的那几人。其中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弟子上前一步，挡在我面前，双手抱胸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喂，杂役上来的小子，
听说你昨天独自外出了吗？这名男弟子名叫石傲天，炼气7层，修为在缥缈峰外门弟子中也算有些实力。平日里嚣张跋扈，不少新弟子都被他欺负过。我淡淡看了他一眼，没有理会，径直想要绕过他前往外门堂。石傲天见状，眼中闪过一丝怒意，伸手拦住我。怎么不敢说话？一个杂役而已，侥幸考上外门弟子，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？哼，还敢独自外出？我看你是运气好，没遇到强大的异兽吧？周围的几名男弟子也纷纷附和，就是一个杂灵根，能修到炼气5层就不错了，说不定昨天是靠别人帮忙才勉强活着回来的。杂役出身，骨子里就是下等人，就算穿上外门弟子服，也改变不了你的身份。傲天师兄，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外门弟子不是那么好当的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眼神冷了下来。我向来不想惹事，但也绝不怕事。这些人屡次讥讽我，如今还主动挑衅，若是再不反击，只会让他们更加得寸进尺。我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场。我能不能活着回来，与你无关。另外，杂役出身又如何？杂灵根又如何？修为高低从来不是出身和灵根能决定的。石傲天闻言哈哈大笑起来，眼中的不屑更甚。狂妄！一个杂灵根也敢说这种话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实力。说罢，石傲天运转体内，手掌凝聚出一团淡蓝色的灵力，朝着我胸口拍来。他修炼的是水系法术，灵力浑厚，出手毫不留情。我抬手一挡，灵力涌动。石傲天闷哼一声，连退数步，面色煞白。炼气8层，他失声道。我没有答话，转身走向外门堂，身后再无讥讽之声。3个月后，外门大比如期而至，我一路过关斩将，夺得榜首，被内门长老收为亲传。又过数年，我踏入筑基结丹元婴，造化鼎在身，苍天霸体护岛。这修仙之路，注定由我踏出一条通天大道，而那个无处可归的少年，早已成为传说。